伊朗狂收海峡过路费，挟持能源命脉，威胁全世界。伊朗最近的操作真是让火力军大开眼界，全世界都以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、袭击过往船只已经够过分了，谁能想到伊朗还能做得更绝？现在他倒是喊着有限开放海峡，想要通过海峡很简单，交过路费，一手交钱一手开闸。问题是把国际航道变成私人收费站，国际社会真的能够容忍吗？下一步各国打算怎么办？这一次伊朗的胃口是真不小。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，一家邮轮运营商实打实的掏了200万美元，换来了自家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资格。而且这还不是个例，海事情报平台的监测报告显示，根据对应答器信号的分析，至少有9艘船只走了一条异常航线。这些船只分别来自印度、巴基斯坦和希腊等国家，他们没有走常规的国际航道，而是选择贴近伊朗海岸，绕过拉纳克岛航行，全程位于伊朗领海内，保持 AIS 应答器开启。目前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，这些船只向伊朗交付过路费后，走了一条伊朗画出来的安全走廊。要知道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，由于美国的密集打击，伊朗大部分雷达和瞭望设施已经瘫痪。这些船只之所以贴近海岸航行，应该是为了方便伊朗军队识别并审查，而伊朗也借着这个机会大赚一笔。如果大家以为这只是临时起意，战争结束就可以取消的话，那就太天真了。伊朗已经从这件事上尝到了甜头，他们突然发现自己不但可以利用能源向国际社会施压，还可以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敲其他国家的竹杠。那为什么不把生意做得更大一点，也更长久一点呢？尝到甜头后，伊朗政府顺水推舟，开始彻底推动收费模式制度化。据伊朗阿斯里兰新闻网报道，伊朗议会正在推动一项法案，这项法案要求任何使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运、能源运输和食品供应的国家，必须向伊朗支付通行费和安全税。伊朗议员索马耶拉菲伊说得更直白，如果各国把霍尔木兹海峡当作安全通道，就有义务向伊朗缴税。必须、义务这2个词用的说白了就是强制交钱，交一份明码标价的买路钱。与此同时，伊朗革命卫队已经搭建船舶登记系统。据劳氏日报报道，想走这条道的船得提前报备，船东是谁，货物去哪儿，具体航线怎么走，详细信息全部交上来。革命卫队对获批船只发放安全通行许可，然后才能放行。据说未来还要推出更标准化的审批程序。伊朗高层也不藏着掖着了，外长阿拉格齐对半岛电视台暗示，伊朗可能出台新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则，这是要把国际水道永久性的变成伊朗说了算的收费站。而且有一件事儿特别巧，我们来看看收费通航这个事儿赶上了一个什么时间点。刚好伊朗诈骗邻国能源设施，卡塔尔、阿联酋等国家全都遭了殃，全球能源市场直接炸锅，天然气价格、油价持续走高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伊朗突然松了口风，说大家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了，只是要交一下过路费。这算盘桌子都快崩到火力军脸上了。表面上看是趁着市场恐慌的时候先收个过路费，赚点快钱，再为后面的长远生意做铺垫。最高领袖莫杰塔巴还发表新年致辞，把新年的口号定为在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的庇护下实现经济韧性。说白了就是日子不好过，得想办法熬过去，那就要想办法搞钱。石油卖不出去，制裁解不了，外汇进不来，钱能从哪里来？这个时候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金饭碗派上用场了，把海峡变成收费通道，200万美元一艘船，这钱赚的不要太轻松，但伊朗要的也不仅仅是钱。据路透社报道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顾问穆罕默德·伊赫贝尔表示，战争结束后，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新秩序，措辞相当直白。利用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位置，我们可以制裁美欧，并阻止他们的船只通过。这句话里的关键词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，制裁美欧。一直以来都是美欧制裁伊朗，现在伊朗想反过来用自己的地理优势变成那个说了算的人，从被制裁的弃儿变成了全球石油供应的守门人。这步棋一旦走下去，后果可不只是几个邮轮运营商多掏点钱那么简单。油价的整体上升对国际航运秩序的威胁，还有伊朗对能源命脉的拿捏，全是承受不起的代价。先说说最直接的经济账，对于邮轮来说，船想过去要么交200万美元的买路钱，要么绕道好望角。交钱的话意味着运费直接飙升，如果选择绕路，航程多出10到20天，燃油、船员、时间等成本通通翻倍，横竖都是要加钱。这笔账最后怎么算都得算到油价头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伊朗把收费制度常态化，那就不是临时涨价的问题了，而是油价直接整体上升一个台阶。伊朗想什么时候收紧就什么时候收紧，想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，油价完全被伊朗拿捏。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火力军最担心的是这件事开了个极坏的先例。
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约1/5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。伊朗今天的操作等于告诉全世界，只要你有地理优势，就可以把国际水道变成私人收费站。如果这个逻辑被接受，下一步呢？马六甲海峡、苏伊士运河、直布罗陀海峡，但凡有点地理优势的国家都可以有样学样。今天伊朗收200万，明天另一个国家收500万。所谓的无害通过权直接被彻底架空。国际航运秩序不是一天建成的，但毁掉它可能只需要一个成功案例。而且这套逻辑还有一个致命问题，所谓的通行许可是有偏向性的。伊朗驻英国大使直接喊话，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开放，但属于对手的船只除外，摆明了就是冲着美伊来的。这意味着一条国际水道被一个国家变成了政治工具，伊朗可以随意决定谁家的船能过，谁家的船不能过，想过的交钱还得看伊朗脸色。但他们好像忘了一件事，美伊都是能源出口国，不依赖霍尔木兹海峡。伊朗这一招对他们造成的影响相当有限，真正承受高油价、高运费的是那些跟这场战争无关的国家。这些国家固然可以和伊朗搞好关系，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权，但是这种特权能维持多久？今天伊朗需要你的钱，给你放行；明天伊朗觉得你不够朋友，说卡就卡。这就相当于直接把自己的能源命脉送到伊朗手里掐着。长久以来，哪个国家可以容忍这种事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所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，各国都开始行动了。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美国，特朗普的态度很明确，他直接公开表态，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应该承担相应责任，美国只会在受邀协助时提供帮助。这话听着像是要撒手不管，但美国的行动可一点没停。先看军事这张牌，美军正在向中东大规模增兵，在此之前，美国已经调派迪利波里号，连带着第31海军陆战队开赴中东。这支部队是快速反应部队，装备了 F-35和鱼鹰运输机，专门用于两栖登陆和突袭任务。紧接着，据美国官员透露，美国又继续增派了3艘军舰前往中东，分别是全狮号两栖攻击舰、康斯托克号船坞登陆舰以及波特兰号两栖船坞运输舰。他们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出发，预计将用3周时间抵达中东。最重要的是，随行的还有第11海军陆战队远征队，这支部队大约有2500人。这2支队伍抵达中东集结完毕后，预计中东地区的美军规模将达到5万人。美军上一次出动海军陆战队还是突袭委内瑞拉的时候，现在又集结这么多人，目标直指霍尔木兹海峡。美国媒体还披露了更激进的方案，特朗普正在考虑占领哈尔克岛，这个岛不大，却是伊朗的石油出口枢纽，伊朗90%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，拿下它等于捏住了伊朗石油出口的咽喉。除了军事施压，美国还玩了一手外交豁免。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项制裁豁免，为期30天。这次豁免允许各国购买伊朗原油，前提是必须已经装船运出的原油。贝森特估计这批油大概有1.4亿桶，可以快速投放全球市场，缓解全球能源供应的燃眉之急，同时还能压低油价。其实美国的策略很清晰，一边军事施压，一边临时放水，先用豁免稳住能源市场，缓解油价压力，再用增兵给伊朗施加压力，逼他重新开放海峡。不指望一次性解决问题，但起码不能让局势彻底失控。其他国家也没闲着，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日本6国领导人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，措辞相当强硬，谴责伊朗对无武装商船的袭击、对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，以及伊朗军队在事实上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。签署国明确表示，这些干预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，要求伊朗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第2817号决议。紧接着，加拿大加入了这份声明，后续韩国、挪威、瑞典等20多个国家纷纷加入。这阵仗可是不小，政治压力明晃晃地摆在了桌面上。但是值得关注的是，这份声明里有这样一句话：我们愿意为确保安全通过海峡的适当努力做出贡献。什么叫适当努力？什么叫做出贡献？意大利、德国、法国很快给出了解释，他们说的不是立即军事援助，而是停火后可能采取的多边倡议。翻译一下就是，打仗的事不用想，但战后如何安排可以一起商量。英国倒是悄悄动了一下，据 CNN 报道，英国已经向中东派遣了一支小型军事规划团队，与美国中央司令部对接，一起制定具体计划，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。可以预见，未来一段时间，霍尔木兹海峡应该还是要这样封锁下去。伊朗已经把海峡封锁与对美伊的军事冲突直接挂钩了，只要战事不停，海峡就不会完全开放。但这不意味着海峡会彻底瘫痪，大概率会维持这样的态势。伊朗继续收过路费，美军继续打击伊朗在海峡的阵地，欧洲继续喊话，必要时候采取某些非军事行动。就火力军来看，这种情况其实持续不了多久。正在赶往中东的海军陆战队大概率会成为破局的关键，畅通水道护航，或者是夺取哈尔克岛。无论这张牌怎么用，都会对目前的海峡局势造成不小的冲击。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各位觉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，接下来各国将如何行动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
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